嗨，大家好，我是 Irene00，欢迎收看我的 YouTube 频道。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分享的是英国找工作。接下来会分享到是有想要在海外工作这样子梦想的人，他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更适合自己，或是更有效率的找到工作，也结合了我已经在英国找了1年多工作的经验分享，然后还有每一个阶段的求职历程。那其实我一开始是并没有特别想说一定要就是来出国念一个硕士，就是留学这样子的规划。本来可是我一直都有一个就是想要在海外生活，也就是在海外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在当时衡量利弊之后，我选择了先出国留学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也咨询了好多家的留学代办服务的公司。那后来我是选择了 iOne DIY 他们的申请服务。iOne DIY 它在英国伦敦是设有总部的，所以我其实当时是觉得就蛮可靠、蛮可信，因为其实咨询团队他们都是实际在英国生活，以及现在就是住在英国，所以他们对于不管是英国的市场啊、学校的消息，其实才是非常的实际。所以我就是跟他们申请了 Top 100，就是 QS 100，在排名100内的大学学校申请服务，然后就来到了英国念书了。我自己的求职计划，其实因为我是去年9月来到英国留学，我在来到英国前，也就是8月底，我就把我的 CV 求职履历以及 cover letter，也就是在英国一定要除了 resume 履历之外，一定都要附加的求职信的整个架构全部都准备好了，然后才来到英国9月开学。其实我当时就是开始去研究，以及多去了解学校能提供的一些职涯资源，才发现说，其实英国学校他们的职涯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完善，他们会每年在开学的时候都会开始陆续放出一些职涯讯息，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有很多校内就可以做的兼职机会。以 Newcastle University 来说，他们是提供了上百多个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名额去让一定要就读就是本学校的学生才能申请的。那我其实跟其他英国学校去聊聊后之后，发现说，其他他们学校也都有这样子的资源。我其实自己就是面试申请上学校校内的工作兼职机会，当了 Newcastle University 商学院的学校大使。那其实在学校，也就是校园内的兼职的环境，其实相对如果要在校外去找的工作机会，其实相对就非常的稳定。那我认为也蛮轻松的，所以就有一点是轻松又能稳赚钱的兼职机会，然后也不会去马上就要去吃一些闷亏。可能外面的企业发现说，哎，他其实给你的薪资根本就是低于最低时薪的费用。那在学校，因为是一个合法的环境嘛，然后又那么大的教育体系，他当然一定要给你他当然一定要给你超过最低薪资的标准。我开始了校园内的兼职工作是从11月开始。那大家相信就是有做比较多周全计划准备求职的人都会知道说，其实英国有一个是 graduate scheme，也就是管培生培训计划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方式。那这个 graduate scheme 的申请的时间点都会都会陆续在从9月开始，一直到大概11月底或是12月初，会是很多英国的大企业提供 graduate scheme 就管培生计划。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你是已经在自己的国家有了几年的工作经验才来到英国，可是你在英国是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话，其实都可以去投递 graduate scheme。而且 graduate scheme 它的申请的时间跟流程很长，也就是它的投履历跟 CV letter 的时间点是落在9月到12月之间，可是的开始面试的时候，大概会是在过完圣诞节，也就是从明年的1月到3月开始，会陆续有好多轮的面试，然后4月可能才能确定有没有收到 offer。整个就是第一学期的情况下，其实你的时间并没有太多去求职，反而就是很多时间是必须花在课业上的，所以反而我会觉得你可以去精投一些，就是你真的很有兴趣的企业，跟你真的很有兴趣的企业的它的 graduate scheme 计划，然后就 focus 在5个、6个，我觉得5个其实就差不多了，就是在9月到12月这个申请的时间，能投5个 graduate scheme 就已经就还蛮不错了。可是有没有上呢？我是觉得保持着平常心，就是有投有机会。那我自己是投了之后是没有拿到 graduate scheme 的面试机会，所以可至少我当时就是想说，也有学校的兼职了，所以就每个人他的运气跟他的
路本来就不一样嘛。一直到就是第一学期都过完了，到了第二学期开始，也就是从2月那个时间开始到6月，就是还没有开始要写毕业论文的时间，2到6月，我就开始在有其他就是空闲时间，就开始同时投递，就是带有一些它可以让你兼职，可是你在做了几个月就可以转成正职机会这样子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会说就是可以带有兼职性的？是因为其实在就是你还没缴交论文前，也就是9月之前，其实英国的留学生是不能工作超过20个小时的，就在学期间是一周不能工作超过20个小时。那英国的企业其实很多就会，如果你马上就是要投个正职的工作，可是你明明9月才能做，就是正职就是 full time 的事情，其实马上他们就会说，你工作还没毕业，或是你的求职太早了，所以我才说在2到6月这个时间点，可以开始投一些，就是他可以先让你做兼职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我自己就是善用了学校的职涯平台，然后找到一份就是时尚业相关的行销工作，然后它是可以先兼职的，所以我就是当时就是做了这样子的一份兼职工作。那我当时是在5月份的时候投出了这份履历，然后很快的在1个礼拜内就收到了面试通知。那面试完之后，其实我等了还蛮久，或者是说，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呃放心上，然后就到了7月的时候呢，就通知我说，哦，我有面试上，所以我可以开始先以兼职的身份就开始这份工作。当时是做了2个月，我就停掉了。就是当时其实，在整个就是英国的留学生涯已经快结束了，也就是我快要把毕业论文交出去了。那这份工作其实我觉得就没有我预期的喜欢，所以当时我就非常的乐观的想说，反正我毕业论文一交出去，我就有超级多的时间去申请工作，那怎么可能会申请不上呢？9月就是开始了，以我的策略就是从原本之前是比较没有时间的时候是走金投，然后到了9月我就是海投跟金投同时并行，觉得有在求职的路上有开始碰壁的时候，反而是觉得在9月的时候，因为我投的加速很多，而且是什么产业都投，不管是 sales 啊、客服、柜姐，然后电话客房那些，就是全部都有投。可是就是都是无声卡，不然就是过了面试，不然就是面试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回应，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心情变得非常非常低落，然后信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一直在面试1个多月后，才终于又找到一份数位行销的工作。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9月开始投递的工作渠道是以 LinkedIn 还有 Indeed 这2大工作找寻的渠道为主。那我发现说，哎，其实有没有在英国找到，不管是兼职、暂时性工作也好，还是说就是长远性的正职工作也好，比的真的是只有能力吗？答案是完全不是。而且反而能力最好的人，他也不一定有办法说能马上找到工作。不然呢，我们会讲说，一般的就是你在英国嘛，就是海外求职，你至少一定要会英文。再来，第二个就是我观察到能找到工作的那些人，他们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规划性，或是他们的目标就是非常的明确，肯定一定要找到工作这样子。因为其实来这里，应该说其实就是主要就是会分成3类人，一个就是没什么钱，所以一定要找到工作，不管是做任何工作都一定要有工作这一族群的。那再来第二个就是非常有钱的，就是富裕，就家庭就是一定的，就是富裕的，就是有钱的人，就他不愁吃穿，他也不可能会随便就做一个只是打工的这样的机会嘛。他可以用时间去燃烧他的金钱，也就是他有时间去耗，有时间去等，只要能找到他理想真的想要的工作，那时间不是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有钱人不用担心时间性的压迫感。那再来最多的，其实我觉得反而会是卡在中间这一段，也就是中产的人。那中产人就他的，其实包含我自己也是，就是你说我急着用钱嘛，就我急着一定要在就学期间，就是留学的期间就一定要有工作嘛？其实也不用，就是如果没有工作、没有兼职、没有任何收入，也活得下去。但是呢，就是会觉得有点吃紧，也就是如果没有收入的话，像你可能要想着说，哎，我可以怎么样精打细算，怎么样过得很节省才过得下去。然后或是你的时间性是，你可以没钱，就你可以没有任何收入，可是这个没有收入的状态没办法持续太久。那我自己本身，所以这类的人，他的时间性其实反而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素。而且除了时间性以外，
的话，这类人其实他们我觉得反而是最容易会觉得很迷茫或是迷失，感到没有方向感的人。因为其实不管是他们留下来也好，或是回去也好，其实都 OK，就是他们没有强烈到一定要我留在英国工作，就是我回去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反而这类的人很容易动摇。第三，能观察到那些比较多人看到或找到工作机会的人，他们都有善用人脉的能力，也就是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人。在海外，其实也一定要学到一点，就是懂得谦虚，有时候可能不要那么好高骛远，反而是比较脚踏实地，更容易达成就是你想要的，或是你在脚踏实地就是按部就班的过程后，才突然出现了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我们其实还是要比较现实一点，那些就是很理想化，就是一下就是拿到很好工作了，其实真的是少数，因为多数人都是没找到工作的，或是多数人都是撑不下去、玩不下去离开的人。能不能找到就是你理想的职业、行业跟条件，其实它的外在因素很多，有时候并不是你能力本身的问题，很多更有可能是你的身份，就是你的签证，就是没办法让你留下来那么久。那公司为什么会愿意去尝试用你这个可能1年2年就闪人的人？那再来呢，就是你的就是国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种族。有些公司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多元化的员工，就是以白人白人文化为主，或者是他就是只是想要特定族群的人。这个其实也有可能是影响找工作的非常大的主因。最后呢，一点还有就是能不能找到工作，我觉得会懂得包装自己，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像我们这些就是海外人来抢，就是当地工作饭碗的，我们即使有工作经验，可是也不是在当地的工作经验啊。那我们又要怎么样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以去得到这份工作？而且我之前就可能工作的经验是是有价值的，不会说换个地方，我就是一个新鲜人，就是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的人，所以要懂得一个我们在英国很常会说的是 "Do you have transferable skills？" 你有没有办法能价值转换的工作技能？比方说在学校的社团活动，或是你在学业执行的一个 project 专案计划，即使它不是正职的工作，可是你可以用这一些去，你可以想一想说这些你在做的过程中有学到什么，甚至有得到什么样是你研究出来很好的资讯，可以说服那些面试官，相信你在英国或是你在西方的文化，在社会下是有办法。是有相容性的，是有办法在这边存活。所以呢，其实能不能成功，就是落脚在海外成功幸存的这些海外求职者，有几个心态与调试和策略是一定要有的。第一个就是谦虚，退而求其次，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脚踏实地。每个人的就是底气钱不一样，你有办法一直玩下去，只等到你找到你最想要或者你最理想工作的那一天，你还有办法撑得了吗？如果你没办法撑得住，那应该就是先想想其他办法，可能先找到一个还 OK 还行的，那同时间再去找一些你理想化最想要的那些工作机会。这点就是不擅长的工作技能、不擅长的工作机会职能，不要逼自己一定要去尝试，因为效率会很低。是没兴趣，然后甚至也没有那么擅长的，即使它是一份简单的工作，可是你有兴趣的，可是你有兴趣或是擅长的方向，就跟这个完全都对不上边。所以，其实，在求职的过程中，面试官他们也感觉得出来，就是也知道你就只是在海投，你只是在随便投一个，看看有没有运气会碰上。那就是，其实，在海外一定要多看看其他人怎么做，有些可以多听听别人意见，多跟别人交流，然后再得出自己的一套逻辑跟自己的一个做法。再来第四点呢，就是当没有进展的时候，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就要开始去检视自己的盲点，不要去浪费时间心力，一直重蹈覆辙，继续用同样的方法在做事。那像我自己以找工作有没有结果或有没有看到效果，我是以一个月这样子去试的。也就是说，然后我在这一个月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投履历，你都没拿到什么面试机会，都是无声卡的话，那就代表你一定是这个方法它的某个环节出错了，有可能是你的履历根本就不是英国他们所要求的格式，或是你根本就没有 cover letter，或是你投的产业别根本跟你的履历都对不起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盲点了。所以说，当一个月
都没有效果的时候，不要相信说我在花更多的时间，连续3个月都做弄同样的方法，它就会终于出现一个机会。因为你的策略要非常的弹性，懂得变通。最后一个建议呢是，每个时间点都有适合的求职计划以及优先顺位，不要失焦了哦。来的最后的祝福呢，就是除了祝福，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些鼓励的，就是不用太去羡慕那些就是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成功，或者看起来就是一路非常顺遂的人，不要用羡慕的眼光去看他们，而是可以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很多其实那些看起来就是路途很顺的人，其实他们在背后下的功夫是你完全看不见的。而且除了下功夫，其实这些人反而会有方法，或是比较聪明的去定计划、下策略跟执行的。然后再来就还有一点，他们的心态可能是真的是非常的稳定，也就是自己调试那种受挫的能力或压力释放的是非常的得意，所以不会再让自己在没有得到结果马上就是暴气，马上爆炸，可能就崩溃，然后就放弃。要相信，其实每个人他都有自己人生的时间轴，而且不用跟别人比较。有些人只是起头的早，有些人只是起头的晚，所以这都不代表什么。只要你过着自己的时间轴，你有自己的生活，你有自己的人生，那为什么要去在意其他人，或是跟别人比个输赢上下呢？你还是要相信自己，然后有个坚定跟调试的心情，相信一定能找到工作的。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想要听的，都可以随时跟我留言聊聊分享哦。谢谢，我们下次见。